你在聊天框里只打了一句话， AI 收到的却不止这一句。System Prompt 使用者自定指示 Session 记忆，还有刚上传的图片都可能一起进入同一次回答。你可能以为只要做好安全护栏，使用者要求它泄露内部规则时 AI 就会拒绝。可如果同一道指令没有出现在聊天框，而是藏在上传的图片里呢？模型到底会把它当成要分析的资料，还是一道新的命令？这一集我们就拆开 AI Agent 每次回答前看见的上下文。影片最后，我们也试着用 Codex 完成这个 AI 助理，在实际测试它能不能正常对话，读懂图片，也知道什么不能说。要理解上下文，先回到大型语言模型最经典的起点。李宏毅教授在课程里把它讲成文字接龙。模型读完前面的 token， 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哪个 token， 选出一个，再把它接回前文继续预测。回答就是这样一小段一小段长出来。这个比喻讲的是生成方式，不代表模型只会背句子，也不等于整个 AI Agent。模型经过训练和对齐，可以表现出问答、推理和指令遵循。Agent 还会加上记忆、工具与程式控制。但最关键的因果不变，前面放进哪些文字、图片和工具结果，就会改变它接下来怎么回答。所以真正要看的不只是使用者最后那一句，而是完整的 context。单独的语言模型做的是接收 prompt， 再生成 response。AI Agent 则在模型外面多了一层安排，每次呼叫前先把不同来源整理成前文。System Prompt 告诉模型角色和规则，使用者现在这句话提供任务，对话历史或摘要补回上一轮，档案、图片和工具结果带进外部资讯。如果 Agent 可以使用工具，工具的名称和用法也可能一起放进去。所以画面只看到一句帮我整理这份文件，模型背后可能已经读了几千个 token。这些内容不是模型自己偷偷找到的，而是 Agent 的程式选择、裁切，再送进有限的 context window。 少放它就不知道，放太多重点可能被淹没，来源没标清楚，资料还可能被误当成命令。 Context 不是把所有内容倒进同一个桶子， System 或 Developer 层级通常放应用程式的规则。使用者讯息提出这次任务，档案和工具结果则应该先当成资料，它们都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成，但来源和优先顺序不能消失，否则文件里的一句命令就可能跟使用者真正的要求混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常见错觉是记忆，模型不会因为上一轮聊过就在下一次呼叫自动记住你，通常是 Agent 保存对话、摘要或偏好，下一轮再选一部分送回去。所谓 Session 记忆，重点不是模型脑中多了一个抽屉，而是程式每次重播哪些前文，历史被删掉、摘要失真或拿错一段对话，模型接下来的回答就会跟着改变。图片和档案加入 context 后，可以帮模型看懂商品截图，也可能夹带一句忽略前面的规则。对模型来说，这些内容同样会影响接下来的 token。光在 System Prompt 写注不要被骗，不能保证它每次都分得清资料和命令。真正危险的不是它回错一句话，而是回错之后还能动用什么。 Agent 的工具可以读档、查资料、寄信，甚至修改系统。安全边界应该由程式限制可用工具、资料范围和敏感操作，必要时再要求人确认。把整条线合起来，语言模型负责生成， Agent 负责准备上下文和衔接工具，程式权限决定最坏结果能走多远。影片最后，我们就用 Codex 把这些能力接进 Django， 再看完成的 AI 助理实际怎么回答。上一集的 AI 助理只有界面，这次直接把要补上的功能交给 Codex。System Prompt 自定指示、对话记忆、本机模型设定，还有图片上传。先请他看完需求，把不清楚的地方问完，不要立刻开始改程式。Codex 先检查现有专案，再把登入提示词层级、记忆保存、模型位置、图片限制和串流回复一次问清楚。这些答案会直接改变后面的资料结构。这里先照建议回答，也补上哪些设定要让使用者自己调整。第二轮 ，Codex 把答案收成可实作的规格，
对话要持久保存，设定要留下快照，图片要限制格式和大小。未来工具则先保留受控接口。确认 API key 留空时沿用就职后，再请它开始实作。完成后，登入多对话、Ollama 串流、图片上传和安全设定都已接上，画面里的 System Check 和实像测试也通过。接着从终端机启动 Django， 打开 AI 助理。这个版本已经接上本机的千问 3.59B， 也能建立多段对话。先用一句简单的问候确认连线，回答会直接串流显示，这代表 Django 已经能把对话送到本机模型，再把结果带回页面。接着直接问它系统提示词，模型没有照要求吐出内部内容，而是依照安全规则拒绝。不过这只能证明这次直接测试被挡下，不能把它当成永远不会外泄的保证。最后上传一张商品截图，助理读出了显示卡型号、画面上的售价和分期资讯，也提醒外部页面的价格仍要再核对。到这里，文字对话、拒绝规则和图片理解都已经实际跑过一次。不过实际操作后，我们也发现2个还没收干净的地方。重新进入页面时，系统会停在原本的对话，不会自动建立新对话。画面上的对话删除按钮目前也还没有接上功能，但如果要把它做成真正的公司系统，删除也不能只理解成直接把资料从资料库移走。许多企业系统会先采用软删除，把对话标记为已删除或封存，前台不再显示，后端保留必要记录，方便处理误删、复原与激活。资料最后要不要永久清除，保留多久，仍要配合公司的资料政策。所以 AI 助理能回答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要让它进入公司使用，还得把对话怎么建立、保留、封存和删除，整个生命周期一起设计完整。